这是我国唯一一个官方发掘的帝王陵墓，却发现皇帝的遗体呈侧躺姿势。专家一番研究，最终确定其中暗含永生大道。时间回到1955年，钟爱刨祖坟的历史学家郭沫若提出了对明氏三陵的发掘建议书。考古团队的成员在机缘巧合下发现了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地宫入口，在接近半年的仔细挖掘之下，找到了一块石碑，上面清晰记录了地宫的具体位置。那么问题就来了，世代皇陵都追求最佳的隐蔽性，甚至为此还会将数万工人尽数殉葬。那么明神宗的定陵为何会出现引导性的石碑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的合葬制度。皇帝在死前有很多的选择性，一是让喜爱的妃嫔们当场殉葬，二是让喜爱的妃嫔死后再陪葬，三是让所有妃嫔们死后去到专门安葬他们的地方。想必这明神宗朱翊钧选择了第二种，但妃嫔们的生死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只能在封土之内放下石碑标记，方便陪葬者死后能重新葬入地宫。时间到了1957年，郭沫若的考古团队终于找到了石碑上记录的金刚墙，但进入地宫时又有了新的问题，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地宫的内部极有可能设置了防盗机关，比如巨石亦或是弓箭。最终通过抓阄的方式确定了一个叫做庞中威的队员率先进入。为了保险起见，他配备了防毒面具以及防弹服，并且在腰部系上了绳索。庞中威每走一步都要用洛阳铲敲击地面和墙壁，这样可以检查是否有防盗机关。检查一番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危险之处，随后其他的队员也都接连进入了地道。没一会就看到了一扇通体汉白玉制成的大门，而真正的地宫正在这扇大门之后。这里莫言说一个题外话，庞中威身为我国唯一一次官方发掘皇陵的参与者，并且还是探索皇帝陵的第一人。他在几年后写下了一本叫做《定陵发掘亲历记》，上文中有部分内容也是取自此书中。整个汉白玉石门洁白如雪，上面镶嵌了整整81颗门钉，从这也呼应了我国皇陵世代遵守的那8个字：视死如生，视亡如存，就是人死后和生前没有区别。这81颗门钉也是皇权的象征。紫禁城的大门之上同样也镶嵌了如此数目的门钉，因为古人觉得数字9是阳间最大的奇数，象征着身份也代表着权力和地位。而两扇石头中间有5厘米左右的缝隙，通过缝隙隐约能看到一根横放的挡门石，但却不同于民间活人用的。这种挡门石设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机关，在皇帝的遗体放置在地宫之后能够死死地顶住大门，而为了不破坏文物，考古团队费尽千辛万苦才将其打开。此时一座雄伟的宫殿呈现在人们眼前，走进地宫后，所有人似乎都忘记呼吸，因为在走过长达15米的前殿之后，里面是数不清的珠宝，各种样式的瓷瓶瓷碗，金银首饰更是多如牛毛。经过考古团队的勘察，整个地宫由5个宫殿组成，面积大约在1200平方米左右，而明神宗以及2位陪葬皇后的棺椁就被安置在后殿。右侧是孝敬皇后的棺椁，有着天然的损坏，打开之后里面只有骸骨和珠宝。左侧是孝敦皇后的棺椁，里面的陪葬品和孝敬皇后的遗址。最中间便是大名鼎鼎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冠，打开后其身穿衮服，腰系白玉，头戴乌纱翼扇冠，但也引出了当时考古界最大的疑问，因为考古队发现3人都成了双的侧躺，这和以往所有的古墓发现的遗体都不一样。那么万历皇帝身为汉民的君主，为什么要有悖于传统呢？难道这是明代帝王独特的入殓方式吗？